很多人就在说，现在大家都到了一个30岁左右年龄阶段的时候，才开始去做所谓的自我觉醒。过去的话就是觉得自己要忍着呀，懂事啊，懂事过头了。有很多人40、50岁了，在父母面前仍然是没有自主权的，他卧室的门都不可以关的。我觉得以前真的是大家严重的没有自我的，现在我确实觉得已经迅速的过渡到过于自我的地步了。大家好，我是吴志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军。这次书里面加了一个20问嘛，您讲的一个观点就是很多朋友提出的问题，想要的全部都是想要改变。对，但是您给到的大家的方式是接纳以及自我的那种觉察。过去这几个月跟一些读者朋友沟通的时候，特别是年轻读者，他们也是，就是举手，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改变，我怎么样能够立刻改变过来？我当时也会有点无力感，我就在想说。就是很难，这的确是，只要我们想着立即改变，那就会产生这个无力感，因为它不可能，这基本上不可能。很多人就在说，好像现在大家都到了一个，比如说30岁左右的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才开始去做所谓的自我觉醒。对，就是他为什么会到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大家才开始会想到这些事情？当我们17、18岁的时候。你的自我还没有完整的形成，然后同时呢，一个痛苦度也没那么高，或者就算很高的话，但是还想强撑着，所以人需要攒一点人生经验。等到了30岁，你这个时候真的有很多痛苦就会出来了，是吧？发现绷不住了，对，发现绷不住了。18、19岁、20来岁的时候，觉得不认输，就是我能行，就靠自己，这也是青春期的一个特点。但是等到了30来岁，真的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就感觉到其实自己很多时候自己帮不了自己了。得要认输，得要去找一些专业人士，但它不是一个必然的，因为有很多人20岁之前呢，现在还有青少年，就是因为厌学的问题找咨询师的就非常多，因为太痛苦了。是的，我当时也说，我的那本书之所以想写，是因为感觉到现在很多年龄越来越小的朋友们也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心里的问题，以及近些年来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开始被大家特别早的去接受。因为就在您来之前，我还在感慨，我说为何家会伤人这本书07年，我想了一下，那个时候我在上初中，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就真的是特别早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心里面会觉得说，我这一切都是好的。为何家会伤人这个标题，其实我觉得放在现在而言带来的冲击不如那个时候大，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还活在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怎么做都是对的。很多人他活在严重的家庭创伤之中，其实他第一个不自知，对，再一个其实当时都不让你承认说，就是父母是可能给你构成很大的伤害。如果这样的话，大逆不道，不孝顺啊。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都预料到了。我说，如果我们的教育方式不改，家庭对孩子的控制的方式不改，再过15年，孩子自毁现象会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以前真的是大家严重的没有自我的。现在我确实觉得已经迅速的过渡到过于自我的地步了。过去的话就是觉得自己要忍着呀，懂事啊，要各种各样的部分，懂事过头了，所以就是过去就会觉得我们的自我是一个严重压抑的状态。但是现在我觉得整个的互联网的环境就是有不爽就要释放，而且现在也开始反对自我反思啊什么的，就是都觉得是叫自我 PUA。我觉得现在我感觉这个自我意识已经迅速发展到过于旺盛的地步了，它从一个极端就过渡到另外一个极端，是跳跃过去的，跳了过去的。对，因为那个真正的认识自己，它挺不容易的。真正的认识自己，就意味着有自主，要把这个很多责任承担起来。而且真的要认识的时候，需要有这个中立客观、如实如是的这么一种态度。但实际上能够承受得住认识自己的人，他人格其实需要强度的。但是我觉得过去我们是父母过于有权利，孩子要背负一切，结果现在就成了这个迅速过渡到自我意识过于旺盛。您书里又在讲，人在外界你的社交的状态或社交那个关系，其实是你的内在父母怎么来对待你的那个内在小孩。我们在童年早期的时候，这些人生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些重要的课题、重要的他人，他们和我们相处的模式被我们放在内心来，这就所谓的性格。然后接着我们当下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投射出去了，所以这就变成童年这个父母怎么跟我们相处，当然也包括其他养育者，是吧？然后我们长大之后就怎么和别人相处，有点像一一对应的关系。你看和咱俩相处，你一开始也讲到，你说和这个长辈在一起，年龄比你大的在一起，立马就不自在了。对，非常。那个时候其实就把内在的父母投射到这个年长的人身上了，你和父母的相处的这个部分就会被你内化进来。
构成内在的父母，还有内在的小孩，所以它就是这么的具象化。所以我会有一个说法，在这个书里也讲到，童年的时候，我们和养育者构建的关系模式，对，它就是我们的命运雏形。怎么来理解这个命运？因为感觉这个命运的话，就感觉是3岁见老，1棒子打死的感觉。就它会定型嘛，所以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有时候作为一种心理问题的一种症状，或者作为一种痛苦，它是可以通过比方几个月或者1、2年，基本上就处理掉了，所谓的治好了。但是那个作为一个人格结构，它是非常难以改变的。而首先改变建立在理解和接纳之上。就如果又不理解又不接纳，直接就说我改变吧，那这是一种妄想。你比方我有来访过，他说吴老师，探索我的内在太痛苦了，你能不能有一种方法，不要让我探索内在，我啪就改变了？那这不可能嘛。你比方说你和父亲的关系是吧？对，你父亲以这样的方式对你，让你有很多受伤的部分，但是可能你和父亲的这个缘分，它有非常深的合理性，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所以像你的故事，你对父亲有恨意，这是很真实的，而且我们能看见你对父亲有试着理解接纳的部分，这也很真实。那么同时就不用去想说，如果父亲不以这个样子对我，那该多好啊！你看这就属于一种幻想了，是吧？因为他过去就是这样发生了，是吧？那我们现在去理解，在这个里头发生了什么？哦，那现在的确我的确在一点点做这件事情，特别比如说在对外的时候，朋友们之间那种帮忙夹菜，我其实整个状态就会好很多。可能早些年的时候可能会敏感一点，现在会明显的感觉到接纳的，这个劲儿松了很多，对，松了很多，松了很多。只不过某些时刻，我觉得其实特别是比如说回到我老家，或者回到那个环境下的时候，我可能那个劲儿会更强烈一点。反而在外面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更安全，还是因为远离了家庭的环境，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和反应。因为你一回到家里，那就是你受伤的地方，就会有应激，就会有唤起。那如果和朋友在一起，你自己都知道，第一个朋友不会这么强烈的控制你，再一个你一使劲就把他们推开了嘛。但你讲到你对父亲那个部分，你就推不开嘛。但是你现在应该空间越来越大，包括你跟父亲这样去谈，他说他是不对的，各种各样的部分，这意味着他开始有松动，开始向你认错这样的部分，是吧？但是这个时候你看，你就没必要远离了嘛。但是有些人他真的是他没法跟父母谈的，他谈一点，父母就说我养他也容易嘛，就是我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跟我谈那些伤害。他不仅不能谈，而且伤害还在进行。有很多人40、50岁了，在父母面前仍然是没有自主权的。有一位女士，就是她已经40多岁，她卧室的门都不可以关的，40多岁了。反正有些人很快就跟父母和解，就甚至又处的怎么样，那这也是挺好的部分，我们也尊重。命运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样子，是吧？就是我们都得理解、接纳和尊重。我觉得这是，它真的比改变要重要。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好的技术，啪，我就能帮你实现改变，我一定把这个学会教给大家。对，所以我讲改变之所以这个不要总想着改变，就是因为这玩意儿它不存在，它这个幻想。所以并不是说改变不重要，而是第一，改变常常太难了；再一个，很多人改变的这个想法是基于不接受，然后才有了这个急着改变的愿望。我自己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去理解原生家庭，然后这些理解会消解掉我内心就是，我觉得有点矛盾啊，就是我一方面是理解。但是你看我在理解的过程当中，我先认识的时候又会想到那些难过的事儿，就是事儿上难受，但是人总会觉得说他们比如说父母已经尽了最好的能量去养育我这些事情，所以就是我会想说，哇，和原生家庭之间这种关联很复杂。我首先再讲讲我自己的一个历程。你看，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我的第3本书是什么，叫《与父母和解》，但是这本书还没写。与父母和解谈何容易？20年是吧？就还没完成这件事情。但如果讲一个优先顺序的话，就是先别急着和父母和解，因为自己还没有很多感受，很多东西还没有确立，还没有理解，结果我们就啪一下去理解父母，而且有时候是一种强行理解。理解当时间看着件好事，但理解了之后，好像自己的感觉似乎更加没有理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好像不断的用，你就变得越来越正确了，是吧？就是还是离自己的感觉越来越远。但我想，当充分的从自己的角度，就是看了自己的内心，看了自己的感受，那么这个时候再下一步，就又从父亲的角度看父亲，从母亲的角度看母亲，又包括从整个家族的角度去看所有人。
那这个时候我想就真的达到了可以和解的地步。但是第一步，我觉得先把它夯实一些。哇，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就可能没那么着急了。对，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我会发现，对自己要是要梳理这个事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前年回家的时候，过年期间，我玩手机的频率，低头玩手机的频率很高，我都感觉到自己是在逃避。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才放下手机，好像稍微自如一点的尝试着去跟父母去聊天，而且这些变化真的是在以年为单位向前推进进行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大家都需要一点点去做的事情。当然我1年就有这样的变化，了不得了啊？是吗？对，挺好的。对，那很多人这是以10年为单位。哇！但是我老是会着急说，我怎么只迈出了这一小步？所以就特别尊重。你看这一小步被你视为的一小步，就是在你身上真实发生的。不管你是走的步子大还是走的步子小，都非常的真实，都很宝贵。你在30岁，你和父母的关系就已经发生这么多转变，这非常非常好，已经非常好了。对，你父母也很幸运，你也很幸运，就是你和父母之间目前发生这种程度的和解，都是特别好的事情。因为比如我就说前面我们那个节目啊，在节目当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家庭模式。我还有朋友，就像您说的那种情感特别流动的，就是跟妈妈直接说我不开心了啊，我很开心，或者是表达那种我很想念你们，离别的时候拥抱一下。然后我用了1年的时间，我才终于迈出了就是离别的时候，过完春节走的时候抱一下，就是我心里面我能感受到强烈的想要拥抱一下的那个冲动。最后我感觉我理解了小新你说的那个正确，一个正确其实就是你脑子里，你看这就是一个这个思维的评价系统啊，这个评价系统你不断地要求自己，希望自己更好，一看见好东西就希望觉得自己也能做到。那个正确其实是你脑子里认为有个东西正确，然后你拿这个正确东西来要求自己，投射到外部，然后又变成外部别人给你说 A 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应该做到 A； 说 B 的时候，你觉得应该说到 B。但是别人说负 A 的时候，你也做负 A 嘛；说负 B 的时候，也做负 B 嘛。那这就麻烦大了。其实你的真实存在就挺好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些变化也挺好的，不需要更快的变得更好。对。最后我想问一个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平时看完书之后，我们需不需要一直去思考、琢磨、反复着去对应，然后去陷入这件事情的思考的漩涡当中。我最近其实有点自省在这件事情，我生怕自己我是不是有点全民自恋了？对，我会带入到这些观点。就刚才我就特别想说一句话：所有的书都是狗屁，小气自己才最宝贵。